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想要分享一位日籍人类学者深丑之助的人生故事。我最近造访角板山，看到佐久间总督追怀纪念碑遗址的时候，让我想起这段历史往事。深丑之助是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我今天就来分享深丑之助在台湾的番界人生。深丑之助是日本时代最早从事台湾原住民研究调查的日本学者之一。他踏查的范围及规模远远超过同时代的鸟居龙藏、伊能嘉矩等知名学者，而其中深丑之助的年纪最小，又仅仅拥有高中1年级肄业生的学历而已。然而他凭着一股冲劲，苦学自修，冒着生命危险，几乎踏遍全台番地，从事台湾番族的调查研究。深丑之助的番界人生就是从角板山开始的。深丑之助出生于1877年，日本京都人。就读长崎商业学校时，学过粗浅的中文。由于向往冒险的生活，16岁时，深丑之助辍学离家，决心过着流浪的生活。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深丑之助自愿从军。1895年，日本领有台湾，深丑之助以陆军通译的身份搭乘军舰来台。1896年1月，深丑之助因公务前往大科坎，结识了大科坎番的总头目台摩米塞，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台湾原住民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深丑之助开始勤学原住民语言，在短短1年之内，他就已熟悉几种语言。后来他还编写成番语教材，呈交给总督府番务本署出版。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后，日本学术界对这块新取得的国土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台湾的高山原住民，与世隔绝，文化能保有原始性及完整性，更是当时新兴的人类学学者所梦寐以求的田野调查研究对象，因此吸引不少日本学者前来台湾从事番族研究。其中伊能嘉矩在1895年11月抵达台湾，次年东京帝国大学亦派遣人类学者鸟居龙藏来台，由深丑之助担任其助手，负责向导、番语通译，同时参与调查。鸟居龙藏成为深丑之助的人类学启蒙老师。鸟居龙藏先后几次来台从事研究，都是由深丑之助陪同。1900年，在鸟居龙藏引荐下，深丑之助加入东京人类学会。由于深丑之助敢于深入番地，走遍台湾各个山区，记录无人可及，因此赢得了台湾番通、台湾番社总头目等绰号。1905年，台湾总督府殖产局成立有用植物调查科，因深丑之助熟悉山地，被聘为主托，约聘职员，从事高山植物的调查与采集。深丑之助熟悉高山环境，勇于深入险境，因此发现了不少新品种。至今台湾以绅士为名的植物至少就有20种，例如绅士杜鹃、绅士红蛋笔。当时的植物学家石佐木顺一说，从明治39年至42年的3年期间，深丑之助勤奋工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殖产局所累积的高海拔地带植物标本，几乎全是绅士冒险采集回来的。1906年，佐久间左马太总督上任，决心采取强硬手段，迫使台湾山地原住民部落归顺。深丑之助曾陪同佐久间总督至阿里山巡视原住民部落，他向总督提出谏言，务对番人采取强硬措施，以免激起更大的反抗。然而他的建议没有被佐久间总督采纳。官方对台湾原住民部落采取强硬作为，使得山地部落开始对日本人产生敌意。深丑之助因此感慨地说：
往年平静无事的番地，现在已变成危险之地。左九间总督任期内，深丑之助仍担任公职，先后在台湾总督府殖产局附属博物馆、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台湾总督府方务本属调查课等机构及单位，继续从事高山植物及番族调查研究。1912年，日本三省堂出版《日本百科大词典》，其中台湾番族的部分，当时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交由深丑之助撰写。当时深氏以10几年调查台湾番族的历练，已俨然成为台湾番族研究的权威人物了。1915年，深丑之助所著的《台湾番族图谱》第1卷、第2卷，由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出版。1917年，出版《台湾番族志》第1卷《泰雅族》，获得学术界好评。依照深丑之助原本的规划，《台湾番族图谱》及《台湾番族志》将各发行10卷，总计20卷，以总结他20年来的研究心血结晶。而这个时候，局势越演越烈的布农族大分事件，却转移了深丑之助的注意力。他不再热衷于《台湾番族图谱》及《台湾番族志》后续各卷的写作，而是更积极地关心台湾番人的命运。大分事件起因于布农族司武郡番不愿归顺。1915年5月12日，大分社布农族人袭击克西帕南住宅所，将10名日本警察全部杀死。日本军警前往讨伐，布农族人凭视着高山天险与日警对抗，各族纷纷响应，局势愈演愈烈。深丑之助常年进行番族调查，与大分社有深厚的情谊。他认为自己可以扮演总督府与布农族之间的沟通桥梁，以避免流血冲突持续扩大。深丑之助深知日军实力会对大分社造成悲剧的命运，于是他多次入山劝导布农族人停止反抗。他也以多年对番族处境的认识，提出解决归顺问题的想法。他建议政府给予布农族人资金，使其从事造林及生产，在山地建立类似自治区的番人乐园。深丑之助的构想得到布农族人的认同，然而他的番人乐园构想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学术界的朋友也表示反对，劝导深丑之助应以学术为重，赶快完成其著作，而不要介入政治活动。从1918年至1923年，深丑之助任职于台湾总督府博物馆期间，却没有继续完成他的著述。公务之余，他的心思完全萦绕着番人乐园的理想，苦思如何筹措资金以实现这个计划。而大分社的布农族人仍持续与日本政府对峙，不愿归降。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灾情惨重，造成10余万人死亡。深丑之助收藏于东京寓所的番族调查资料，也被地震引发了大火，全部焚毁。深丑之助沉痛地说：“我20年番地研究的结晶《台湾番族志》及《台湾番族图谱》共20卷，只出版3卷，其余未刊的原稿资料全部化为灰烬。”1924年，深丑之助辞去公职，决心从头开始，专心于番族研究的著述。这时，日本的财团及大阪每日新闻社愿意提供资金援助他的研究，尤其是大阪每日新闻社慷慨承诺资助3年研究经费，以协助深氏完成《台湾番族志》及《台湾番族图谱》的出版计划。深丑之助获得充裕的资金之后，又想起番人乐园的计划。他的想法是，虽然番族研究的资料已焚毁，但所有研究的心血都在他的脑海里，因此无需再投入这么多的研究经费。因此他可以将多余的经费用于实现番人乐园的计划。于是他将大笔资金投入南投的东埔，
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一处番人乐园，然后劝导不愿归顺的15郡番布隆族人迁至东埔。这样不但可以避免遭到日本政府的武力征讨，而且可以建设成一个山地模范村，作为日后政府理番政策的参考。伸手之助的朋友与家人都反对他的做法，劝其专心投入住宿。而伸手之助解释说，他并没有因番人乐园计划而懈怠住宿，而是两者同时并行。然而他在台湾的作为引起流言及批评，消息传回日本，导致大阪每日新闻社决议取消对伸手之助后续的补助资金。伸手之助得知消息，心情沮丧。他写信告诉友人说，劝诱15郡番集体移居的大计划失败了。这段期间，他曾向友人透露了寻死的念头。1926年7月3日，伸手之助买了一张船票，搭上从基隆开往神户的立户丸，次日凌晨跳海自杀。4年之后，1930年，台湾中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雾社事件，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也因雾社事件而引咎辞职下台。伸手之助在生前就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例如台北帝国大学树木德一教授说，现在博物馆所展示的番人民族志标本，几乎是绅士一人所收集的。人类学者宫本彦人称赞他是早期台湾原住民研究的第一人。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也推崇绅士是台湾番界调查第一人。然而，伸手之助却身后寂寥。日本时代研究台湾原住民的3位杰出学者鸟居龙藏、伊能嘉矩、伸手之助，至今鸟居龙藏、伊能嘉矩的故乡都设有纪念馆，而伸手之助几乎已被日本学界所遗忘。伸手之助选择自杀，使家人深受打击。他的女儿一生都不愿意提起父亲的往事，而后来迫于生计，他又将绅士所收藏的番人研究调查资料全部变卖。伸手之助30年从事番族调查研究所累积的资料及文物，他的家族没有保存任何的一件，而是失散存放于今日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及其他官方机构或私人收藏家手里。许多流传至今未标示作者或未知作者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照片，其实大多数都是伸手之助所拍摄的。伸手之助被日本学界遗忘，同时也被台湾社会遗忘。直到2000年1月，杨南俊先生译著的《生番行脚：伸手之助的台湾探险》出版，成为日本台湾两地第一本介绍伸手之助的专书。时间回到1925年时，伸手之助手里有丰厚的研究资金，他的眼前有2条道路，一条是迈向成功的道路，他只要尽快完成台湾番族志及台湾番族图谱的写作计划，学术成就及社会声望正等待着他。而另外一条道路却是困难重重，不被祝福，而且是官方反对的番人乐园计划。聪明的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选择，而伸手之助却选择了走往番人乐园计划这条道路。对伸手之助来说，致死信守对布隆族人番人乐园的承诺，拯救布隆族人免于被政府武力相待，这远比取得个人学术成就更为重要。他心里一定这么想着，如果他在台湾30年番族调查研究的成果不能使政府更认识及了解这群世居于台湾的原住民，不能带给台湾原住民幸福，那么这样的调查研究或学术成就又有何意义呢？最后，他抱着救赎的心情，选择投海自尽，结束他在台湾的番界人生。脚板山是伸手之助在台湾番界人生的起点。16年前，我写伸手之助的番界人生这篇文章时，
曾经盼望有一天，脚板山能有一座深丑之柱纪念碑，让台湾人认识到，曾经有一位从事台湾原住民调查的日本学者，为台湾的原住民幸福而奋斗，最后用尽了自己的生命。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